开箱完110的开箱车壳之后，因为这台是要制作成D110的骆驼式样，所以我们就接着来开箱所有会用到的配件。那首先这个是会用到的85mm的避震器，骆驼用的前保杆。那车主有自己定制喜欢的车牌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UBE 系，因为骆驼的电装还有车灯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用到8A 的。那这组也是非常的好用，它本身也有自带开关，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去找这组，是这个牌子的 ASSAN。那这个是底盘的前下护板，这是骆驼的金属名牌，金属的小名牌，这样比较清楚。然后这是挡泥板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是车顶架。那车顶架它开门板跟一般版的车顶架是不能共用的，所以在购买上要注意，就是要买的是开门板的车顶架。那这个是会用到的，自己要改装调整用的马达尺，还有一些固定的小螺丝。这是这次会使用到的轮框，那是选择RC-LON的，它的框比较内缩，装起来会比较能符合骆驼的外观。那它本身是没有配重的，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自行的加重。本身的框是没有配重的。那一样使用的是5孔的框，更符合实车。有另外一颗是已经装上胎皮的，那这个胎皮之后是会当备胎使用，所以我们是买5颗一组的，这样有一颗可以当备胎。那之后轮框也会喷上跟车身相同的颜色。这个也是备胎的胎皮，比较便宜的备胎胎皮，也是软胎的胎质。那这就是车上会主要使用的胎皮，是使用 RC4WD 的98胎。那这个胎非常的抓，然后也是窄胎，所以是很推荐大家使用。这里有它的编号。那 RC4WD 本身 D90也是标配这组胎皮。那胎纹跟便宜的备胎胎纹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在材质上还是会有些微的差异。那大小和尺寸是一样的。接着是，这台会使用1080的电变，那在操控还有细节操控上会有更多的选择。那一样会使用 ES1 Plus 的升组，那之后会再找空间把它放进去。接下来就是这次要使用的底盘的本体。那底盘也是要使用开门板专用的底盘，如果是一般版的车壳是不能安装的。车壳固定柱还有宽度有些微的差异，那后保也是不一样。那前保杆的话是通用的。
那一样也是全金属的车架。那只有拉杆头这部分是塑胶的，其他都是金属材质。那转向前桥转向也是选择有十字弯向结构的，那它转向角度可以更大。不过这个底盘有瑕疵的地方，就是它的伺服器的拉杆给的太短，那伺服器的位置是在这里，所以它附的伺服器拉杆太短，会没办法装，所以这之后要自己把它换成到适当的长度。那看门板底盘也是有非常的多种，那特别会挑就是它的大齿是直齿的结构。有一些它原厂标配的是斜齿，那斜齿你就会买不到可以调整的马达齿，因为它没有出其他的对应的提数。那如果是直齿，这个像刚刚有自己再另外准备一颗小的马达齿，就可以自由的去调整你要的齿比。因为110开门板非常的重，完成后大约会在6到7公斤上下，或是更重，所以它的扭力非常的要求，可以调整齿比是很重要的。不然你如果是没办法调整齿比，很有可能马达就会烧掉。那马达的选择上也可以使用550或是更大的马达来使用。那这是底盘的前后保杆。它原本也有配马达齿，但马达齿比较大，扭力会不足，所以会自行买小一点的马达齿来使用。那它其实前保的锁点是跟一般版的是可以通用的，那后保的宽度比较宽。然后手边刚好有一只一般版的后保，可以比较一下，因为它们的宽度和大小是不同的。所以底盘在安装上要注意，一般版的车壳是不能装在看门板底盘上面。前保杆也是一样，它的锁点就是共用的，就是一样的，这插在后保是不同的。那这是这次使用的灯组，那也是会使用 OB1 的 V3.1 来做主灯组。那这台一样是使用 AT9S 遥控器，那接收就是一样会用到 R12DS， 不过还没有拆开，所以就放着。然后伺服器会使用到25公斤，因为110加上看门板会非常的重。然后这台的结构，伺服器是要装在大梁上面，所以它并不是装在车脚上直拉，所以公斤数要选择更大一点来使用。